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为您播报的财经快讯是：为适应市场波动 ，Chipotle 宣布50:1股票拆分，预计将吸引投资者和扩大股东范围。拆分后股价将下降至当前价格的1/50，但公司业务运营和基本面不会改变。此举表明 Chipotle 的财务状况强劲，其价值主张在消费者中引起共鸣。接下来这条消息。知名投资专家凯茜·伍德预计比特币将飙升至380万美元，但该预测被认为过于乐观。伍德认为，机构投资者的采用和比特币的减半是其上涨的催化剂，但仍需谨慎对待如此高的预期。我们来看一下，医疗地产信托 NYSE、MPW 股价近年大幅下跌，主要因租户 Steward Healthcare 破产，但其与 Steward 的关系可能将由阻力转变为助力。因为新运营商将接管大部分设施，这可能成为推动股价上涨的重要催化剂，同时最终为投资者提供有关股息长期前景的更多清晰度。接下来这条消息，亚洲股市预计将在美国股市创下新纪录以及中国采取措施支撑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下攀升。接下来为您播报，地缘政治风险使得油价继续上涨，俄罗斯和中东的袭击事件引发关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中国油轮。我们来看一下，明尼苏达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议案，以提高 Uber 和 Lyft 司机的工资，以防止这些公司退出市场。该议案将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并在1月生效。Uber 表示将继续在该州运营，即使该计划可能提高乘客和司机价格。我们来看一下，渣打银行在韩国消费者银行业市场坚持了下来，而全球竞争对手纷纷退出，现在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由于出售了约9亿美元与表现不佳的中国股指相关的复杂证券，渣打银行面临着向数千名韩国客户支付赔偿的压力。接下来这条消息，中国最新出台的住房举措针对空置房产，这是近3年危机的一个主要痛点，但分析人士表示，这一揽子措施规模太小，仍不足以结束房市下跌。接下来，西方资产管理公司押注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会和短期收益率一样大幅上涨，因日本央行不大可能减少超长期债务持有量。接下来这条消息，澳大利亚博彩公司 Star Entertainment Group 收到来自多个外部方的潜在收购邀约，但目前尚未进行实质性讨论，其中包括 Hard Rock Hotels and Casinos 领衔财团的提议，计划注入资本并重塑 Star 品牌，使其成为以现场音乐、餐饮和酒店为主的娱乐目的地。接下来，英国在首尔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召开前夕，扩大了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努力，包括在旧金山设立第2个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以便更好地评估和解决人工智能平台的风险。我们来看一下，2011年微软举办首届 Build 大会，展示未来 Windows 系统，帮助开发者打造快速、流畅、动态的应用。今年大会将于5月21至23日举行，微软将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的未来，同时宣布与 AMD 合作提供人工智能芯片服务。让我们关注，科技分析师 Gene Munster 预计，科技股牛市将持续3-5年，由新一代 AI 公司上市推动，但最终会形成泡沫破灭。接下来这条消息，中国央行维持关键贷款利率不变后，中国银行未调整基准贷款利率，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维持在 3.45%，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维持在 3.95%。为了提振国内需求，缓解经济失衡，中国采取了更多刺激措施，包括向国有企业提供3000亿元人民币的低息资金，以帮助其购买未售出的房屋。最后为您播报的财经快讯是，金价创历史新高，因美联储今年将降息的乐观情绪高涨，投资者对整个金属市场需求飙升，黄金价格一度上涨 1.1%， 至每盎司 2440.59 美元，超过4月份创下的前一交易日内纪录。在美联储可能最早于9月降息的压注推动下，交易员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加大了压注。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